大家好，欢迎来到娜娜的可以吃的故事。我们今天要说的故事是遗忘之门。然后我们今天要吃很珍贵的 cinnamon rolls， 对，因为它很珍贵，所以它是那个美国的 Cinnabon 家人就是手提回来的，非常感谢。你看它这个 Cinnabon 的那个 cinnamon rolls 叫做 very famous， 是 gooey， 就是它真的吃起来口感真的很厉害。我就觉得它这个食谱好想获得哦，你看它有多大？跟我的脸差不多，比我的脸小一点，然后跟我脸一样大，好恐怖。但是它真的很好吃。很好吃，然后它的糖霜真的很好吃。虽然它真的有点 super sweet， 我觉得对我来说，但我都还是会忍不住吃，真的很好吃。好吃的东西就会让人很生气，好好吃。开始讲故事。在这个遥远的国度里面，每一个人都有一扇门，没有人知道门后的世界到底是什么，但是大家都知道，这个门的功用就是。只要你有不想要的东西，你把门打开，东西丢进去，它就会永远消失了。是不是好方便？失恋痛苦的感觉，说错的话，说过的谎话，不想让别人知道的秘密，不想再看见的人事物，通通都可以丢到门后面，它就跟你的生命再也没有关系了。所以人们渐渐习惯这样的生活，只要不想承受的东西，我们就可以丢到门的里面，一切好像变得很容易。直到有一天事情不好了，大家开始渐渐发现，奇怪了，怎么门打开会有东西飞出来？很快的事情就越变越可怕了，因为东西不只是飞出来，是像海啸一样涌进来，或是涌回来。有人尝试着想要把门关起来、锁起来、堵住，都办不到，为时已晚，整个国度陷入混乱。有一个人，他站在门前，他想要关上门，但是风好大，怎么样都关不上。从那个缝隙当中，雪片般飞来的纸，他想说这到底是什么东西？怎么会有这么多的纸？根本不知道，因为他早就忘记了。到最后，啪，门打开了。他被纸淹没了，几乎都快要不能呼吸。他感觉到有一双无形的手伸入他的胸膛，紧紧地捏住他的心脏。有人挡不住的门飞进来，一张小孩的画作，上面有一朵枯萎的玫瑰。这小孩是谁？他不知道，也想不起来，只觉得腹部隐隐作痛，仿佛什么东西他失去过，却又未曾拥有过。这个国度里面的人，他们一直都觉得门的另外一边就是无尽的黑洞，它可以无限制的吸收他们不想要的东西。可是没想到，原来门的另外一边也是有尽头的。所有的门开始把吃下去的东西通通吐回给这个世界。街上的石砖开始裂开，长出藤蔓，藤蔓到处攀延，像手一样，仿佛想要寻找什么。有人倒在地上，他的手指碰到了那个藤蔓，感觉触碰到了来自森林里面的土壤的气息，然后他开始被这些藤蔓紧紧地包围住。混乱的街道上，一个坐在门前发抖的老人，眼里写满了恐惧，不断喃喃自语说：门的另外一边有人。所以原来门的那一端不是无尽的黑洞，是有跟你一模一样的人，他在承受你不想要的东西。一位在奔跑当中受了伤、狼狈不堪的女子，站在玻璃橱窗前，看着镜子里面的自己竟然完好如初，她愣得吓住了，所以呆住了，停在原地。她抬起手，镜中的那个女生也抬起手，她的指尖渗出了紫色的花瓣。薰衣草将她再望向镜子，镜子里面的自己已经消失了，她看见的是一整片的薰衣草森林。雨不停地下，人们到处惊慌地奔跑，越下越大的雨渗进皮肤，这些雨是红色的，冰冷当中带着一种特殊的气息。人们的脚下生出了一片血色的花朵，花瓣如火焰般卷曲。每一个人开始像失魂一样，开始念着很多名字，那些名字好像从来不属于他们，但是他们又为什么会念出那些名字呢？他们遗忘的人都回来了。当一扇又一扇的门不断的炸开爆裂，两个世界再也没有任何界限跟阻碍，黑暗吞没了一切，看似毁灭，却是重生。刚刚那玻璃橱窗倒映出来的一个又一个惊慌失措逃跑的人影，现在已经变成大片的薰衣草森林，血色的彼岸花弯弯绕绕的绕着原来的街道，人们的身体都变作花朵，他们的记忆都像一场梦，成为了这个大地的养分。故事讲完了，我就觉得这故事有一点点恐怖。影片的 take away 就是，你想要遗忘的东西，你真的可以遗忘吗？你是忘记了，
还是不敢想起来。当我们发生了一些不好的事情，犯下的错，受过的伤，受过的屈辱，没有说的抱歉，来不及说的再见，生命当中有太多这种让人很痛苦的感受，那个当下你会只想要大喊，如果时光可以倒流，如果一切可以重来， If we could turn back the clock， 如果那里有个 undo button 就好了，那个 undo button 按下去，就好像电脑的那个编辑可以回复上1秒钟，那我就可以假装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而且是真的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So I could erase my mistakes and I could rewrite my stories without the weight of regret。当你以为遗忘是一种解脱，你就会刻意的不去触碰它，不要提起它。你想说，我只要不提不想，我就忘了它了嘛，那我就很安全了。我就不会受到它的影响了，它就不会让我那么不舒服了。可是事实就是，那些所有被压抑的感受，愤怒、悲伤、绝望、失落、沮丧、羞耻，所有的东西都不会消失。你越不去处理它、面对它、消化它，你就越不可能跨过到下一阶段，可以好好的跟它共处，将它妥善的收藏，而那些东西都再也不会真的影响你。你永远没有办法到达那一刻，因为你不去处理、不去面对嘛，该做的事情没有做嘛，功课永远都不会有写完的那一天嘛，它永远都是空白的。而你以为我不去想它，我就不会受它影响了 ？No， 你只是把它就像故事里面一样，你把它丢到那个门后面，你以为它不在，它永远都在啊。所以它们其实只是杂乱无章的被你塞进你未来的本该应该幸福快乐的每一刻。你以为你自己甩开了过去，你却让它潜伏在未来，等待某一个时刻重新回到你身边，用3倍、5倍、数倍的能量伤害你。我们能做的不是把它们抛弃，因为你永远都丢不掉，你不可能把你自己身上的一部分割掉，把它丢掉，它就是你身上的一部分。找到方法可以跟那个部分共存，而不会受它影响。找到方法让那个部分成为你的生命的养分，因为唯有如此，你不想要面对的那些过去才不会捆绑你的未来，而我们才可以真正的自由。你喜欢今天的分享吗？今天就到这里，一样英文榜在 Podcast， 快点去听。我们下周见咯，拜拜。